女友当面出轨，随后就发来了结婚请柬，男人还未从背叛中走出，女友就敲响了房门。又来做么子？没得了。没有一个糟的。累到一辆后半轮，连人带车都被连得稀烂。因为是他这家立信，所以全责。护理店也卖了，赔了别个，护理已经没得恶魔权了，已经完了。因为事故严重，老六已经撞成了一滩烂泥。老人想见他最后一面，可他现在连殡仪馆整容的钱都掏不起，他走投无路，就只能求助三哥。七康，你帮一下嘛！莫叫老子三妹啊！老子身份被个叫大名，老子现在忙了的，没得时间跟你废话，你赶紧走。女友离开的时候，正好碰上小文，他就看了一眼，便喊住了女友。我晓得你是哪个，你是三哥手机上的那个人。三哥看到你的照片就会哭。乱讲话！他听出了三哥对自己的情深意重，于是便打算再试一下。怎么还没走啊你？感情上的事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承认是我们摆的商量。你没配，老子早就把你给忘了啊！走。前女友声泪俱下，只是道歉时还代表着老六。想想深爱7年的日子，三哥心中很不是滋味。起来，对肚子里压不哈。那你能不能帮一下？现在不是三哥不肯帮，而是根本就帮不了。他干了这么久的白事，从来都没拼接过尸体，这件事只有跟自己吵了架的老爷子能办。我去找他，我又不怕他。有女孩牵着，三哥来到了广场。女孩迈着大步，直接找到了老爷子。三哥找你有事，你能不能不要骂他？你一叫一声爷爷，我就听你了。爷爷，再大声点儿。爷爷，哦，森林头有点事，你们挑你们的啊。走嘛。女孩将父子俩拽到一起，并再三叮嘱不能吵架。说完了规矩，她就跑向了广场。父子俩一模一样的动作，显然是为了大战做准备。可三哥率先出招，直接拿捏了老爹的软肋。说吧，找你老子有么子事啊？对着家属鞠躬，一行人就走进了殓房。掀开白布的瞬间，胖子就呕吐了起来。三哥比他强点，可也只是多看了一眼。我不信爸爸，我搞不了。你搞得了？小子说我教过你的，拿工具去。虽说百般不愿，可他还是拿出了工具。小胖子拿图，三哥背口诀，按照步骤，他就开始了组装。只是强人恶心，每一秒都是煎熬。但是想到死者为大，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。整整8个小时的拼合，老父亲一直都在陪着。可当家属看到完整的尸首，瞬间就哭得不能自已，而老爹也在这个时候栽倒了下去。大家一通臭骂，算得上声嘶力竭。好在老爷子没有什么大碍，这才饶了三哥。女孩的学校打来电话，要求家长去一趟。当父亲知道是女孩出了事，便遗忘了自己的病情。那你还不赶快去啊？老子死不了。那我晚10马上回来啊。这总算一个伤心的事了。女孩在幼儿园惹了麻烦，只是这麻烦有些啼笑皆非。跪！孝子大碗，西方结义。妈，一路走。听老师说完经过，三哥也感觉到了尴尬，而老师也拿出了女孩的话，话风更是让人不寒而栗。我后来就问他，我说你家长是干什么的？他说我爸爸妈妈是种星星的人。其实呢，我也猜出你们的职业了，以后注意家教方式，好吧？三哥拽过了女孩，可是却并没有训斥。他平生第一次向着别人鞠躬道歉。从幼儿园回来，父子俩第一次好好的谈了谈心。他第一次知道二哥为何而死，也第一次知道了这一行的深意。为了一个死人，
我们家折了一个活人。人生啊，就像一本书，哪一个都要翻到最后一页。有的呀，画上的是句号，有的画的是省略号。人生去世无大事。听了父亲的教导，他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。三哥撤回了闭店通知，打算将这一行传承下去。你还真是出孙悟空了，一天变一个样的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开始了认真工作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，给逝者最大的体面。以前都觉得干白事不体面，可他现在却懂得了其中的含义。他们是天使，也是众星星的人。日落西山了，哎，老爷子最后一天了，哎，众人帮忙了吗？哎，小子求人了吗？哎。三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二哥和爷爷的笔记他已经快要翻烂了。自己每干一次活，他都会按照父亲的要求记录下一些心得。这字写得像屎壳郎爬了一样的。三哥和女孩的感情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像亲生的父女。他们一起在沙滩上玩耍，一起给车子涂抹装甲。而在女孩生日之前，三哥也完成了给女孩的惊喜。走进上天台的瞬间，女孩就愣住了。房间里满是星星，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生日。而众人在唱完生日歌之后，三哥也拿出了自己的礼物。那斗国跟之前比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它有耳朵了，也有眼睛了，尾巴也不一样了。便宜啊！排骨炖的狗，我都给你做好了，小文，你又跑到哪儿去了嘛？搞快点回来噻，路上挨慢的哦。手表没有修好，可三哥却保住了里面的数据。女孩的最后一丝念想，成功的被三哥拯救了回来。女孩哭得不行，豆大的眼泪往下掉。她看着眼前的三哥，突然被幸福撞了个满怀。她死死地抱着三哥，抱着来之不易的幸福。这对后生父女，此刻却像亲生的一样。本以为生活会继续幸福下去，可这天他却碰到了一个女人。你妈来着？这是我幺妹儿海飞，也是小儿的亲妈。你不是跟老子说他他妈已经死了？你给老子看的死亡证明是假的是吧？啊？那个死亡证明是真的，这个情况比较复杂，他是人的。哎呀，你个人说，老子不管了。女人拦着三哥，说什么都不让他走。可三哥认定了的闺女根本就不可能交出去。你要是还不信，你可以做亲子鉴定。老子鉴定了一个大粑粑。虽说他坚决不会交出女儿，可女人的出现还是在心里种下了疙瘩。他旁敲侧击女孩，也得到了坚决的答案。可看到那如女人所说的胎记时，他还是乱了分寸。三哥陪着女孩看动画，一直看到她睡了过去。他不知道还能陪女孩多久，所以特别珍惜现在的每一秒钟。可是那个女人还是找上了门。哥，那天我天天都在这外头守着，你睡不着，我更睡不着。你糟糕不是个哪里？三哥不敢大声，可是又气得不行。多走了2步，他这才接着发问：他外婆死的时候你去哪里了？他天天到处惹是生非的时候你去哪里了？他被他舅妈赶出来的时候你去哪里了？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家的感觉了，你现在要把他带走，你凭么逼啊你？女人一直说着软话，她也说自己活该。她一个个巴掌往自己脸上扇，企图换来三哥的同情。我10几岁就跑出来了，我跟着我同学去外面闯社会，蜜糖没闯出来，闯出个孩子，男朋友见我怀孕就跑了。后来我不死心去了国外，走歪了路，进了监狱。我妈联系不上我，就给我销了户。可在监狱里头，我也是天天想着小文的呀。我知道我这个妈当的下贱，当的不称职，可是那是我的孩子，是他的妈妈，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
三哥被说的动了情，可他自己根本就无法做决定。情急之下，女人直接跪在地上，一个个响头磕着，只求三哥能将女儿还给自己。他有些心软，又看了看女孩，他想着，或许对女孩来说，亲生母亲才更适合陪着她成长。走，你再给我3天的时间。三哥做了大餐，全都是女孩爱吃的，他整个人都心事重重，可女孩却把最爱的龙虾给了他。你咋个不高兴呢？整理情绪，三哥大快朵颐，而女孩的一个消息却让3个人都举起了手。只能吃一个。我是亲子课上，三哥一骑绝尘，他带着女孩拿到了所有奖牌，然后一改冷冽的外貌，在台上翩翩起舞。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给女孩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。爸爸辛苦了。我晓得你一直在骗我，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。但是我不害怕了，因为我有爸爸了。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女孩，通红的眼睛里沁满了泪光，似乎在这一刻，之前的种种全都值得。眨眼、吞咽，直到微微颤抖，他终于无法忍受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他给女儿绑好头绳，又把她变成了小哪吒的样子，手上忙，嘴里也不闲着，非要女孩背下自己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大晚上的，你咋子？我好困哦。以后不会把我忘了。女孩睡在了地上，三哥就那么看着，每一次的呼吸，他都格外珍惜。外面下起了暴雨，三哥把女孩抱到了车上，小心翼翼地退出之后，他又拿出了女孩的东西，他爱吃的零食，喜欢的衣服，所有的一切，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女人。那细致入微的关心，看到孩子的母亲都有些动容。老子警告你啊，一个爸妈一定要对他好一点，钱要多的老子收，老子不介意再经过一回啊。车门关上，三哥却再次拍窗。他拿了一些钱，希望女孩能过得好点，可女人一直推脱，却直接惊醒了女孩。三哥，你是哪？你是哪个？孩子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妈妈，妈妈带你回家。不管三哥和女人怎么解释，女孩就要下车。她死死地拽着三哥的胳膊，一直在哭嚎恳求。三哥也愣在当场，直到女人再次哀求，三哥这才抽出了肩膀。女孩在车窗上拍打，祈求着三哥能回心转意。三哥也感受到了心疼，直接追了过去。天降大雨，模糊了三哥的身影。汽车越开越快，三哥却还在奔跑。无尽的奔跑，他跑坏了自己的拖鞋，直至汽车消失，他才回归现实。你永远都这么自以为是是吧？你征求小文意见了？你问过我们两个意见吗？我们两个才是他爸妈，他户口在我那里的吧？你太自私了，你太自私了！你不是想散伙吗？现在就散，收拾东西！狼心狗肺，活该你爸瞧不上你，活该你哥给你戴绿帽子。三哥出奇的没有反驳，只剩下了一脸苦笑。可是厄运却接连找上了门。姐姐打来电话，老爷子走了。他亲自给老爹清洗身体，脑子里全都是父亲的临终遗言。他说他看够了披麻戴孝，葬礼简单一点就好。我要一个私人定制的葬礼，体面还得省钱。有那骨灰盒的钱呢，都与全家人一起搓一顿，烧完以后啊，就把我装到这个万官洞里。王发送我的，你奏举，那就算老特六道里的一个题目吧。
三哥看着罐子，整个人都若有所思。可是到父亲入住，他也没有头绪。爸爸的骨灰没法送啊。可你跟妈妈一起过葬噻。不行嘛，那爸爸一直跟他说的蛮清楚，说想要个不一样的葬礼噻。还能么不一样啊？不埋在地下，非要养到天上去。三哥突然暴走，抢走了父亲的骨灰，一路奔跑之后，他直接就上了车，开车回家。邻居已经准备好了东西，撞车之后，他们再度逃离。可不管姐姐如何呼喊，车速都没有一点减缓。他打开盖子，将父亲的骨灰倒了出去。姐姐一路追踪，一直追到了沙滩。有好友拦截，他把父亲放进了炮筒。引火点燃之后，众人都捂紧了耳朵。父亲的愿望完成，三哥接了一个电话，转身之际，眼神中满是茫然。小恩丢了，一车人都十分焦急，女人更是哭成了泪人。她跑到舅舅家，跑到了幼儿园，大街小巷四处寻找，可就那么一个孩子，偌大的城市根本就无从寻找。直到他们找到放弃，才沮丧地将车开了回来。你跑哪里去了？我说你跑哪里去了？你大半夜瞎跑么子的？你把坏人拐走了怎么办？你跑掉了怎么办？我的爸爸叫莫三梅，我家住在沿江市裕华区华阳路13号上天堂，我不会丢。看着女孩豆大般的眼泪，三哥十分后悔，不该直接将她交回去，刚才也不该那么凶狠。爸爸答应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把你丢下来了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有些人你一辈子都甩不掉。胖子和白雪举行了婚礼，小胖和女孩做了花童，一条红毯连接丧事和喜事，而女孩的母亲也再次前来探望。哎，我们这一行里能不能干呢？这个向死而生的故事里，亲情羁绊的结被浓腔的方言最细微的柔情解开。大圣被压在五行山下，没了法力，所以只能办葬礼喊号子。哪吒被扔在陈塘关外，没了家人，好在还能吃豆的画星星。金箍棒变成绣花针，缝补死亡的尊严。火尖枪化为水彩笔，描绘真挚的思念。人生大事不过生死，干干净净的来，清清白白的走。生如烟火般绚烂，死如灰尘般轻盈，而记忆则会像夜空中的星星一般永恒。人生处死无大事，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